爹，娘，明明是陆文鼎被选中入宫净身的，你们为什么要让我去啊？住口！你哥哥现在已经是江南有名的才子，如今又备受萧贵妃的赏识，怎么能进宫当阿扎奴才呢？对，我陆家能否光耀门楣，就看你哥哥的了。你从小身子瘦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今你代替你哥哥净身入宫当太监，再合适不过了。爹娘，我不要，我后天就要成亲了，我不要进宫当太监，我不要。文良哥，你就放心去吧，后天的婚礼有文鼎哥替你当新郎，你替他净身，他替你娶我。到时候我们俩生了孩子，过继给你。等陆家发达了，绝不会亏待于你。不要，慕言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夫啊！爹，娘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。但陆文鼎只是抱来的养子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争气。废话少说，今天你去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爹娘，给他灌下蒙汗药，送进宫里。我不去，我不要，我不喝，救命，我不喝。就这样，我被送进了宫里做太监。而陆文鼎代替我娶了沈无烟，我们的人生彻底改变。10年后，陆文鼎靠诗词哗众取宠，靠买卖考题考举状。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状元了！而我10年来在后宫忍辱负重，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摄政人9000岁。恭迎9000岁！大臣们说我玩弄权术，民间传说我杀人如麻，喜欢点天灯、剥人皮，爱诛人9族。参见天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摄政王千岁！众爱卿平身。将祸国妖妃萧氏带上来。萧贵妃，你毒害幼帝，罪无可赦。
把他给我做成人质，便是6宫。九千岁，臣妾知道错了，求您饶过臣妾这一命吧。臣妾以后一定会好好伺候好您的，哪怕是在您身边做一个小小的婢女，臣妾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求您就放过臣妾吧。哼，恬不知耻的荡妇，拖出去！不，九千岁，九千岁，求你了，本宫不想死，求你了，陆文玲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得好死。知道为何宣你们进谏吗？臣等不知，还请摄政王9000岁明示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你们勾结萧贵妃谋反罪证。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胆敢聚众谋逆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千岁饶命！小妃所思，饶命！知错了！陆文良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们同党遍布朝廷，你杀得完吗？有本事你把我们大臣全杀光，看以后谁还能效忠朝廷？好，好得很。多谢你替本王下定了决心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，凌迟处死。陆文良，你这个狠毒的阉人，你不得好死了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谢干爹诛杀这些反贼，有您在，孩儿才能坐稳这个皇位。正儿，你记住，对待敌人千万不要心慈手软，对他们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孩儿记住了。9000岁，新科状元陆文鼎，如今在金殿等候。听闻萧贵妃一直欣赏他的诗词，还推荐他做陛下的帝师，不知是否牵扯叛贼一党？请旨，该如何处置？陆文鼎，好得很。本王还真有点想念我这位至亲兄弟了。哎，这皇宫真是气派呀！多亏了文鼎，要不然呢，我这把老骨头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金碧辉煌的宫殿呢。陆文良，哎呦，还真是你啊！你还在这宫里当这小太监呢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托兄长的福，好得很。娘，这就是你常说的我那个做太监的窝囊废二叔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废物。叔叔，你真的被阉了鸡鸡吗？疼不疼啊？哎呦，9000岁，你慢着点儿。哎呀，咱家都跟不上您了。什么？9000岁？公公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9000岁？
大家刚才说9000岁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狗奴才还愣着干嘛？赶紧麻溜的把这地板擦干净了。是。我就说嘛，陆文良就是个窝囊废，他怎么可能是9000岁？虎行千里要吃肉，这狗行千里还吃屎呢？废物就是废物，他翻不上天呢。哼，陆文鼎，10年不见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出口成脏，一张口就让人恶心。陆文良，你大哥说你2句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当初果然是没看错人，你这进宫10年了，天天给皇帝打交道，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，到现在还只是个打杂的小太监。再看看你大哥，如今已经考上状元，光耀陆家门楣，你就不觉得自惭形秽吗？你们当真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太监？不然呢？你自小啊，远不如文鼎，能进宫当太监呢，有一口饱饭吃，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造化了。难不成你有什么大出息吗？我现在的身份，早已是你们这些势利鬼无法仰望的存在。哦，当年你们迷晕我，让我代替陆文鼎进宫当太监，如今你们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愧疚啊！呸！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看看你什么德行！哼，还仰望你？你就是宫中最低贱的奴才！入宫10年，你就学会这一身吹牛的本事吗？文良啊，你就别装了。我知道小宝刚才戳到你的痛处，你心里难受，但是小宝他只是个孩子，童言无忌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如今呢，你大哥高中状元，还不跪下拜见状元爷？让我给他下跪，他也配？放肆！你大哥高中状元，给我们陆家光耀了门楣。对呀，马上皇帝召见，还要封你大哥为帝师。以后啊，你在宫中啊，还得靠你大哥罩着你，还不赶快磕头参见？哼，乖乖的奉上贺礼。想要贺礼？好啊，好的很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一份可以让陆家灭门抄家的贺礼。你，不知你们想不想要？嘿，你个小畜生！叫你给你大哥道贺，你反倒咒骂起来了。本以为你入宫10年，好歹呀，当个小总管，没想到你连领班太监也没捞上。如今你大哥高中状元，还要给陛下当帝师，给你个机会巴结巴结，那是看得起你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母亲大人请自重。自10年前我离开陆家起，陆家就再也没人值得我跪。大胆！你这个混账，大逆不道的逆子！赶紧撞你娘！到底跪还是不跪？大胆！宫里人只跪主子皇上和诸位嫔妃，你们这等外臣也敢让我们下跪？算了，宫里规矩大，我可是状元郎，马上就要封为帝师了。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下贱的太监弟弟，传出去怕有人笑话。咱们陆家还是早点跟他划清界限为好。陆文良，你给我听好，以后在宫里不准叫我兄长，更不准狐假虎威，假借我的权势胡作非为，听见了吗？借助你的权势？那我请问状元郎，你在这宫中有何权势和靠山呢？我在这宫中还真有个大靠山，我说出来怕吓死你。没关系，我胆子大。
说来听听。萧贵妃一直仰慕我的诗词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次能得状元，就是萧贵妃提前将考题透露给我。呸！还是萧贵妃举荐我做的帝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你当真是和萧贵妃并党喽？那是当然。哎呀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既如此，那我也有心安的理由了。陆文良，你在得意什么？文鼎的靠山不等于你的靠山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想什么。你想通过文鼎来攀萧贵妃这棵大树，好助你飞黄腾达？哼，别做梦！文鼎，你赶快跟这个死太监割袍断剑，免得这个狗东西到处攀着亲戚。对，文鼎，赶紧跟这个小畜生划清界限。云良啊，你别怪爹娘心狠，你的身份如今与我们是云泥之别，你简直是我们陆家的耻辱。学堂小朋友都说太监是阴阳人，我不要这么丢脸的二叔。放肆！你们还当真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太监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可是当朝的摄政王9000岁。啊！混账！就凭你，也敢篡夺陆文良口出狂言？他要是摄政，我就是当今的皇上。你敢打洒家？洒家可是摄政王身边的内侍太监总管，你敢打我？哎呀，打的就是你这个信口雌黄的老烟狗！你在这吹什么牛？我有萧贵妃娘娘做靠山，你们两个要是再敢，我只需要一句，就能要了你们两个狗奴才的命。陆文鼎，你找死！相公打得好，这个不识时务的老烟狗，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对了，相公，你马上就要做皇上的帝师了，何不让小宝去做皇上的陪读书童呢？对，陛下现在年纪还小，身边呀正缺童年的玩伴。小宝要是能进宫啊，天天陪着陛下一起玩耍，将来呀封侯封爵，那不就是手到擒来？这样我们陆家的祖坟可就真的冒青烟了。陛下乃是九五之尊，岂是你们一帮草民可以亲近的？你们这些人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小宝是我的儿子，我马上就要被小皇帝封为帝师了。帝师的儿子做皇帝的陪读，不合理啊！再说，你这个老烟户，信不信我让陛下再演你一遍？安公公，我侄儿想当皇帝的伴读，未成，只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经过摄政王9000岁点头同意才行。这还像句人话。文鼎啊，听民间传说，这摄政王权倾朝野，你当上帝师之后，可要好好的攀上关系才是啊。的确，据说就连陛下也要叫摄政王一声干爹。要是能攀上摄政王这座大山，日后封侯拜相，岂不是指日可待了？啊，陆文良，你进宫这么久，应该也没少见摄政王吧？你来说说，这个摄政王他长什么样？你问我呀？安公公，要不你给介绍介绍？诺，摄政王9000岁，
10年前入宫，从最下等的净身房太监做起，一步一步爬到如今的位置。他杀伐果断，手段雷霆万钧。他日用的夜壶是参与谋反前宰相张九公的头盖骨做的。宫门外的草人是贪污纳贿两江总督赵长春挖空了五脏六腑，填上玄草做的。好你个狗奴才，你可真会编故事啊！那太监也能当王爷？就是小畜生，你敢如此污蔑你的主子，就不怕9000岁割你的舌头？不对，安公公是几十年的老太监了，为何对陆文良如此恭敬？9000岁是10年前进宫，陆文良也是10年前进的，莫非他真的是9000岁？这怎么可能？陆文良这种低贱的小太监，连个摄政王提鞋都不配。他要是摄政王，那我就是王母娘娘。哎呀，我要是活成你这样，我早就羞愧的上吊自尽了。哼！沈沐烟，你曾是我的未婚妻，当初我进宫之时，你可承诺过我，将来有了孩子，会过继到我的膝下。昔日的情分，你可曾记得？我呸！你也配？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小太监，要权没权，要势没势，就连身子都是残缺的婴儿。你能给得了我幸福吗？你能给小宝一个好的前程吗？爹，这个陆文良，他就是我们陆家的耻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敢惦记着小宝？如果让陛下知道了，小宝有这么个下贱的太监叔叔，还怎么搬家陪读啊？对，老爷，赶紧写下断亲书，彻底将这个败类逐出陆家，免得影响文鼎和小宝飞黄腾达。逐我出家门，好啊，求之不得。此次科举，陆文鼎参与科考舞弊，按律当诛9族。他们主动和我断亲，免得我背上残杀父母兄弟的骂名。为了文良和小宝，只能如此了。陆文良，今日陆家和你断亲，从此以后，你不能再说是我们陆家的人。我们陆家的生死富贵与你无关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好，今天我来之前还在想2件事，其一，陆文鼎是否是萧贵妃同党；其二，该用什么罪名惩处你们。但现在这2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安公公，泄露朝廷恩科考题，该当何罪？科考舞弊，论罪，当诛9族。来人，在！这，呸！你们2个狗奴才，怎么配给本状元顶罪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当朝的状元，皇上的帝师，萧贵妃的心腹爱臣，我看你们怎么敢！
我告诉你，科考舞弊的事情，你但凡再胆敢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是吗？我好怕呀！哟，你看看，我儿子一句话就把他们给震慑住了。我儿子是状元，是帝师，你们这群狗奴才，在这宫中啊，都得听我儿子的号令，全都给我退下！奶奶，这个好玩。爹爹，等您当了帝师，能把这把椅子赏赐给我吗？大胆！这可是龙椅，快下来！混账！小宝，马上要做陛下的伴读，和陛下亲如兄弟，坐一下龙椅又何妨啊？哼，我们家小宝啊，这也算加了龙气了，说不定啊，以后必成大造化。这可是龙椅，只有摄政王9000岁和陛下能坐，把他给砸家，救下来！谁敢？我是当朝的文状元，皇帝的帝师，小宝是我的儿子，皇帝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跟小宝计较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听见了没有？我就不下来。我爹可是大官，区区一把龙椅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坐我的椅子？你给我下来！滚开！这椅子是我先发现的。你们作够了，也该本王收网了。正儿，没事吧？哎，这是谁家没有规矩的小畜生！哼，敢来这金銮殿撒野，还敢欺负我们家小宝，是不是活腻了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冲撞了状元郎的儿子，还不赶紧跪下来磕头认罪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都是吃干饭的，怎么会让如此无礼的野孩子闯进来？还不赶紧拉出去杖毙！哼！干爹，那个小孩推我，还坐我椅子。正儿别怕，他们都是爹狼心狗肺的家人，爹一会儿就给你出气，好吗？嗯。爹，陆文良，他居然叫你爹？难道你没有净身，还在宫中偷偷生了孩子？哎呀，这太监没净身，祸乱宫闱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畜生，你疯了吧？陆文良，你要死，你别拉着我们全家给你垫背呀！你是要害了文鼎，害了整个陆家不成吗？陆文良，离亲书已签，我们陆家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自己造的孽，你别连累陆家，更别牵连我的前程。你们慌什么？正儿只不过是我的干儿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早就听闻这宫中啊有太监宫女对食的癖好。这太监宫女啊不能生育，所以啊便喜欢申领一些刚进宫的小太监来做干儿子。哎呦，原来这小孩啊是刚来的小太监！哎呦呦，吓死我了！就是小畜生，你不早点说，把为父快吓死了。我就说嘛，哪个不长眼的宫女会跟他对视，还冒着被诛九族的风险把这孩子生下来？我就知道这个野孩子一定不是陆文良生的。吵什么吵？都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就是皇帝，这是我的椅子，你们通通给我跪下！正儿的确不是我亲生的，不过并不影响你们陆家被诛九族，因为正儿就是当今的皇帝。什么？奴才参见陛下。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不，这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皇上。这些人一定是他找来配合他演戏的。哼，陆文良，你不就是怕我们看不起你低贱的身份吗？还企图想出个馊主意来欺骗我们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只会让我们更看不起你。没错，哼，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竟会找身份低贱的太监呢、宫女，还有侍卫合伙陪你演戏。有本事你把文武百官都请进来呀！哦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随了母亲大人的心意。安公公，奴才在。宣百官进谏。是。摄政王召见，宣百官进宫。还在吹呢，还宣百官进谏？你咋不说你把天兵天将请下来呢？领旨。跪！臣等参见皇上。摄政王，吾皇万岁！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摄政王9000岁！什么？陆文良居然真的是9000岁？这不可能！这些文武百官一定是陆文良找来配合演戏的戏子。陆文鼎，你看好了，我陆文良现在就是东厂西厂厂工，锦衣卫指挥使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不，文良，你真的是摄政王9000岁？文良啊，没想到如今你贵为9000岁，我从小就看得出来，你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必有大出息，所以一直坚持送你进宫的。不敢当，我可是清清楚楚记得，你骂我只是一个小太监，不会有大出息。文良啊，你娘她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哪有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的啊？哎呦，我们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！对，生出了这么一个9000岁，还有状元。哎呀，文良，今后还指望着你多多提携你哥呢。少在这文良长文良短的，你们别忘了，我跟陆家早就没有任何瓜葛了。哎呦，文良，都怪我一时冲动。文良，我把这亲书给毁了，你还是我陆家的人啊！大胆，竟敢直呼9000岁名讳！来人，掌嘴！是。哎呦！爹，你怎么样？爹，文良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爹呀？大胆，还敢直呼9000岁名号？9000岁，再怎么说，我们是你父母，对你有养育之恩的，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呢？养育之恩，从小到大，你们吃饭不肯让我上桌，反而让我与家犬一同用餐，每一顿连一点肉食都没有，我只能吃你们剩下的残羹冷炙。
就这也叫养育之恩？我们这不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吗？俗话说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。你能有如今的成就，不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对你这般严苛吗？谬论！你们如此这般虐待我，还好意思强词夺理、引经据典？既然是磨练心智，为何不见你们对待陆文鼎如此这般呢？反而是整日美味佳肴的伺候。我们当然看得出文鼎他日必没有你这般有出息，所以才没有对他如此严苛。是吗？如今陆文鼎高中状元，我看他挺有出息的。既然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能够让人有出息，来啊，为我们的状元郎吃纸！九千岁，九千岁饶命啊！我是你的兄长啊！你忘了我以前对你多好啊？对我好？从小到大，我只能吃你吃剩的骨头，穿你破的不能再破的衣服，还把我心爱的女人抢走。你这叫对我好？从小我体弱多病，你还常常以摔跤的名义欺我，叫我狠狠踩在脚下。九千岁，九千岁饶命啊！九千岁，陆家人如此对你，我决定与他们断绝关系。是你，文良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我知道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可以立刻改嫁于你。现在不嫌弃我是一个太监？像你这么有权势、风流倜傥，即便不是一个男人，我也心甘情愿的愿意伺候你。陆文鼎，你看，这就是给你生儿育女的好妻子。是怒烟，亏我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对我始乱终弃！这就是女人，她为了攀附更高的身份和权势，能抛弃我，自然也能抛弃你。是怒烟，我跟你孩子都生了，你还想巴结九千岁？我问你，小宝怎么办？他个畜生，得罪了九千岁，自然是个小野种。沈沐烟，你这个畜生！你为了攀附九千岁，连小宝都不要了！这个小畜生，他做了龙椅，得罪了九千岁，就算我能容他，九千岁也容不了他。他现在已经是我和九千岁重归于好的障碍。真是好一出反目成仇的大戏呀！现在大家都看到沈沐烟是一副什么嘴脸。文良，我这么痴情于你，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当年我对你情深意重，而你却联合陆家人迫害我，让我替这个混蛋进宫净身。现在看我飞黄腾达了，就舔着脸来巴结我，真是恬不知耻啊！活该呀，这是！还有这种人，没想到这陆家竟如此可恶，居然如此残害九千岁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九千岁，还请将陆家人诛九族，以正视听。臣附议。九千岁饶命啊！九千岁饶命啊！好，那你说说，你们有什么可饶恕的？如果你们能说出个1、2、3来，或许我可以饶你的意思。九千岁，之前呢，确实是我们一家人对不起你，刚才不应该嘲讽你，你只是个小太监。九千岁，我张嘴，我该死。
9000岁，看在我们曾是一家人的份上，给我们一条生路吧。9000岁，你和我们的恩怨，那都是陆家的家事，又何必搬到这朝堂之上，赞扬家丑呢？若因家事处罚你们，也未免显得本王太过心胸狭隘。但若是你们触犯了国法，那就怪不得本王。触犯国法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本状元历来都是遵纪守法的呀。遵纪守法，好一个遵纪守法！可我听说，这次科举竟然发生了集体舞弊。启禀9000岁，本次科举确实发生了集体舞弊，而且其主犯就是本次的文状元陆文鼎。你胡说！我自称江南第一才子，诗文独步天下，怎么可能需要作弊？你血口喷人！9000岁，臣有证据，这便是萧贵妃临死之前亲手画押的证据。陆文鼎，我是真想不到你这个文状元竟然是萧贵妃一手提拔的，你还真是育人有术，连萧贵妃都心甘情愿地为你出路。这不可能，这是污蔑，这证词是假的。大胆刁民，当着9000岁的面，居然还想着销毁证据！恕我直言，9000岁，你权势滔天，想让谁死就让谁死。萧贵妃已经死了，你又能如何保证这证词的真实性啊？有这样的事啊？怎么是这样呢？不管怎样，我乃当朝的文状元，要是错杀好人的话，今后还有谁愿意赴京赶考，为朝廷效命啊？为朝廷效命啊！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真是强词夺理啊！这个陆文鼎还真是刁钻，居然被他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哼，分明是负隅顽抗。9000岁，请速速下旨将其诛杀，休要再叫他继续污了9000岁的清白。哎，众位大臣，既然我们的文状元如此振振有词，想必对自己的才华也是十分的自信。我陆文良虽不是皇室血统，但如今由我执掌朝政，按道理来说，自然也应该讲究个礼贤下士。如果我们的文状元真有匡扶社稷之才，那即便是有人举证舞弊，我也应当重用之。陆文鼎，我命你7步之内成诗，如若你能做成一首惊世骇俗的诗，我便饶你不死，还封你做一个大官。如果你不能做出来，我要你血溅当场，如何？多谢9000岁的恩典。文鼎啊，难得9000岁开恩，测试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做出一首好诗来呀！文鼎，你一定要好好做事，我和小宝的性命都系您一人之上了。怎么，陆文鼎，你迟迟不肯作诗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7步成诗的才华呀？陆文鼎，你若是不能7步成诗，你就不配当这个文状元，那定是舞弊无疑了。谁说我不行了？我现在就做。1、2，快点啊！3、4、5、6、7。
看你根本就不懂作诗。来呀，卡！是。慢着，我做出来了。速速念来。天上一只鹅，地上跑只狗，狗追鹅，鹅飞了，狗摔跤，摔掉牙。你这也能叫做诗啊？9千岁，这分明是一首前言不搭后语，连3岁孩童都会做的打油诗。陆文鼎，我看你这个文状元，还真是徒有虚名。文鼎啊，你身为文状元，怎么就做这么一首破诗啊？文鼎哥，你不是经常熬夜苦读啊？这作诗不可能这么差的，不如你再做一首。什么熬夜苦读？这小崽子半夜出去喝花酒去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陆文鼎，你可知罪？陆文鼎，你可知罪？9千岁，都是萧贵妃，是她说的，我只管科举，她保我中状元，所以我才会荒废学业，不思进取啊。没错，9千岁，萧贵妃给文鼎设局，她也欺骗了我们呀。明明是你自己贪恋权势，又不肯寒窗苦读，现在东窗事发，竟要怪在一个死人身上。陆文鼎、陆光远，你们2个堂堂7尺男儿，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！9千岁开恩呐！我们陆家只剩这唯一的血脉了，你就饶了文鼎吧。是啊，文良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文良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这么狠心的。你想啊，你是个太监，要是文鼎再死了，我们陆家可要绝后了呀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想，你也不想背上这个不孝的罪名吧？文良，归根结底，这还是陆家的事情。以前我们的确有愧于你，如今我们全家都跟你认错了，这还不能消除你的心头之恨吗？文良，我求求你，当初都是我有负于你，是我攀附权贵。来，文良，只要你肯饶了文鼎，我现在就把小宝过继给你。是的，陆文良，你身为太监，一定想要一个自己的子嗣吧？如今只要你能高抬贵手，便能了却了你生平所念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才不要当这个死太监的儿子！文良，小宝刚才胡言乱语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说什么呢？你们都误会了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杀陆文鼎。文良啊，我就知道你有良心，不会让我们陆家绝后的。既然不杀陆文鼎，那是不是再封他个一官半职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单独杀陆文鼎，而是要判你们陆家诛九族。什么？不，文良，你可不能这么干的，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你们可别忘了，是你们亲手逼我和你们陆家人断了关系。我从来就没有你们这样禽兽不如的父母。来人，全部给我拖下去！是。哎呦，9千岁！哎呦，9千岁！陆文良，你是不是故意要向我们报仇的？你明知道我中了状元，故意让陛下喊我来进宫，为的就是向我们陆家复仇。
文良，原来你早就设好了套，等着我们来转。哼，想不到你身为一国之主，居然心机这么重，当初真是后悔生下了你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让我亲手下令诛杀你们陆家人，我的心有多痛啊！但是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你们犯下如此重罪，不诛九族，不足以平民愤呐！陆文良，你不能杀我们！聒噪，拖下去！放手！你可知道文定的真实身份？他是先帝的儿子，先帝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陆文鼎是萧贵妃的儿子，也就是说，他本应是大皇子。啊！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翠兰呐，你可别乱说呀！我们本来就被诛文九族，这胡言乱语，小心更追加一等啊！我没有胡说，文鼎确实是萧贵妃的儿子，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如此器重他。满朝文武皆知，萧贵妃虽然多次被先帝宠幸，但她是不孕体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儿子。你胡言乱语，就是在这拖延时间。若你不信，可叫起居郎查阅文书，当面对质。陆文鼎若真是皇子，那就属于皇室宗亲，根本就不在陆家九族之列。如此一来，若我错杀皇亲，恐于社稷不利。传起居郎。参见9000岁。速速查阅文书，看看萧贵妃是否曾有过子嗣。是否曾经有过子嗣？是。回9000岁，萧贵妃25年前确实有一个早产儿。只因其在宫中救治无门，遂送出宫外去寻民间药方了。你说什么？萧贵妃果真有子嗣？不过当年萧贵妃尚未给皇子取名，只在其胸口留下梅花烙。梅花烙？对，文鼎的身上真有一个梅花烙。啊！娘，我真是萧贵妃的儿子，我是先帝的大皇子。闹了半天，我们陆家收养的居然是皇室的血脉，我们陆家有救了。没错，9000岁陛下，当年后宫一片血雨腥风，我身为萧贵妃的宫女，正是奉了她的命令，将文鼎送出宫外，接着又以养子的身份养在陆家。口说无凭，区梅花烙很容易放造的，分明是你们找人冒充皇子，意图谋反。公公，若是不信，大可以滴血认亲。陛下，你是皇室血脉，只需要和陆文鼎滴血认亲，若是两血相融，便可证明我儿就是大皇子。陛下乃是95至尊，岂可用龙血与尔等实验？
陆文良，你不敢滴血认亲，分明是怕了。要是证明文鼎是大皇子，你的皇权便会受到削弱。大胆，竟敢威胁9000岁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只是说陛下不可以，但可没说别人不行啊。安公公，奴才在。传平安公主来。是。平儿参见9000岁，陛下。文鼎，相信娘。融了，融了！真的融了，这说明文鼎他就是皇室之正。我们陆家终于有救了！9000岁，兹证明陆文鼎是当朝大皇子。真是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先帝不止陛下这么一个皇子呀。按本朝律例，皇室宗亲可免死罪。陆文良，你如今根本杀不死我。哼，对，我现在是杀不了你。不过，陆光远、周翠兰、沈沐烟还有陆小宝，他们一样是死罪。文鼎，救救我们！他们要死，你告诉我，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包庇科举舞弊主犯，知情不报。陆小宝私坐龙椅，按照律令，当处以极刑。来人，将陆小宝抓起来。是。你不能抓他。小宝是我的儿子，按理说他也是皇室宗亲。哼，皇室宗亲，沈沐烟不过一介民女，你们的陆小宝也只不过是庶出，庶出犯罪，按照律令。可不能免除刑责，将陆小宝推出去杖毙。死太监，放开我！娘，救我！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乖孙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陆文良，你敢杀我儿！我绝不可能放过你的！啊，文鼎，别冲动，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，应该从长计议。我不光杀你的儿子，还有你的父母沈沐烟，今天一个都活不了。不能杀，我们保护皇室血脉有功，将功抵过。你非但杀不了我们，还要给我们封赏。你，周翠兰说的有道理啊。若我诛杀了大皇子的亲人，必定引来朝局动荡。9000岁，这几人虽然对舞弊案有着知情不报的罪责，但是念在其保护大皇子有功的份上，若判其死罪，确实说不过去啊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放过你们。陛下，您看这样处理可行吗？一切听凭9000岁定夺。这一次杀不了你们，就且让你们多活些时日。下一步，我要你们一个一个死在我面前。
陆文鼎，上前听风。现已证明你是先皇皇子，特封为鼎王爷，统领10万禁军驻扎城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10万禁军，儿子，你成大将军了！臣陆文鼎，谢9000岁，谢陛下。陆光远听风。啊，你就看，让我听风。本王特封你为教坊司凤鸾，掌管教坊司，但是要切记，务必慰劳好前线的将士们。教坊司凤鸾，那可是正九品呐！谢9000岁，谢陛下。周翠兰听风。念你养育皇子多年，特封你为皇后义前嬷嬷。皇后已追随先帝先逝，你就代理她主理后宫吧。谢9000岁，陛下。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沈沐烟，你还不走，在这干什么？9000岁，为何只有我未受封赏？贱人，你当初有负于9000岁，如今还好意思领赏？沈沐烟，你在陆家遇难时，巴结9000岁不成，还不认陆家，本王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瞧我这记性，一定是最近过度操劳政事，怎么把你给忘了？沈沐烟，本王可怜你痛失罪子，现认你为皇帝的奶娘，如何？奶娘？9000岁，可是民女早就已经过了哺乳期，这如何能当陛下的奶娘啊？陛下的奶娘可以接近皇上和陆文良，先答应下来再说。臣女沈沐烟，谢9000岁，谢陛下。9000岁，陛下，臣等告退。快走呀，儿子！9000岁，恕老奴多罪。陆家人当初如此迫害你，你饶他们不死也是大恩大德，为何还要给他们这么大的封赏呢？陛下，您怎么看？安公公，难道您还没看出来吗？爹爹这是将他们分开，然后再各个击破。我知道了，9000岁您是将他们分开，禁军在城外没有调令，进不了皇城。教坊司后宫和陛下的奶娘这几个官职互不隶属，毫无干系。安公公不愧服侍我多年，一点就通了。只是陆文鼎的官位过于太大，难道您不怕他率领10万禁军攻入皇城吗？我就怕他不造反。如果他不造反，我还真没有理由杀他。您确定他就能造反？刚才我当着文武重臣的面处决了他的儿子，他一定怀恨在心。如今他手握兵权，我何愁他不反呢？9000岁真是高明啊！文鼎啊，深夜召集我们，所谓何事啊？爹娘啊，这4位是萧贵妃生前倚重的大人，分别是张大人、王大人、赵大人和钱大人。参见周嬷。各位大人免礼。温鼎，你召集萧贵妃生前的心腹，难道是要……没错，我要造反！我要造反！这
造反？文鼎啊，这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可陆文良才刚刚给我们册封，虽然我们身受官职，可在朝中的根基并不稳固啊。是啊，文鼎，造反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虽然你贵为大皇子，这万一失败，也难逃一死啊！陆光远，文鼎他造反，那也是为了我们陆家，你怎么能大推他鼓呢？爹，陆文良前几日在朝上对我们使诈，如此欺负我们陆家，还有小宝死在他的手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可是，行了，陆光远，你这么迟疑，难道是舍不得你叫方思凤鸾的官位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小宝的死我也心疼啊，只不过这姿势体大，确实得从长计议呀。就是，况且我们刚刚受封，对这宫中的事情也不太熟悉。够了，我看你们就是软弱，受了封赏就忘了我们和陆文良的深仇大恨。翠兰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呀？小宝也是我的亲孙子，我也想给他报仇啊。可是我们这么辛苦的培养文鼎，不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在朝中为官，在我们陆家飞黄腾达吗？就是，这爹说的有道理。我们现在刚刚受了封赏，也算是为陆家光耀门楣了，为何还要想着谋反？你个贱妇，真没你说话的份儿！我告诉你们，培养文鼎进宫，不只是光耀陆家，而是萧贵妃临终前的愿望。她老人家之所以费尽心机，让文鼎高中状元，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宫中继承大统。什么？萧贵妃当年在后宫之中毒死皇后，在众皇子之中，原本文鼎最为年长，先皇本有意立文鼎为太子，是陆文良的师傅安公公把持朝政，逼迫萧贵妃将文鼎送出。如今他们师徒二人掌权，挟幼帝，以令群臣。现在你们知道，陆文良和安公公才是那篡逆之辈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文鼎本就应该是当朝皇帝。娘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你问四位大臣，我说的话是否属实？王爷，周嬷嬷所言句句属实。我们四位便是受萧贵妃遗旨，专门辅佐您重登大位的。啊！好，我陆文鼎今后定要夺回江山，登堂入室。好儿子，文鼎，你现在已经初具帝王之相了。吾等誓死追随王爷。文鼎啊，我们自然是拥护你，可是你打算怎么谋反？四位大人分别在兵部、刑部、户部、工部担任要职，当然是以他们为内应，再用这10万禁军一举拿下皇城。虽然陆文良赐你10万禁军统领，难道他真的没有防备吗？啊！爹，看，这10万禁军的将印已经交给于我手上，我绝对可以调动禁军。相公，你现在不仅是王爷，更是贵为将军，他日直捣皇城，定能夺回江山。当然，爹娘，你们在宫中当差，一定要时刻监视着陆文良，时刻跟我汇报。尤其是你，沈慕言，你身为小皇帝的奶娘，离得最近，一定要替我好好监视他们，一定要替我好好监视他们。相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替你好好监视他们。叫我王爷。是，王爷。爹娘，你们要时刻小心，
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我立刻派人过去，通知你们起令时间。啊，文鼎，我们都听你的。王爷，门口有安公公派的小太监请求觐见。所谓何事？请沈无言小姐入宫就职。沈无言，你这就进宫吧。爹、娘，还有诸位大人，为免陆文良起疑，你们先撤吧。是。哇，这么多金银财宝！这些都是安公公安排的。安公公有先了，我只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奶娘，怎么能让他如此费心？安公公，沈嬷嬷不必多礼了，您是陛下的奶娘，这些赏赐算不上什么。9000岁念及您幼子殒命，吩咐咱家一定要好生待你，毕竟您的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陛下的龙体呀。是，安公公安排的周到。桌子上面的这些金银财宝，您尽管花，喜欢什么穿什么，一切以您的心情愉悦为主。毕竟您的心情愉悦了，出的奶水质量就好啊。是，谨遵安公公的指示。不过在这宫里头，一切言行举止还不能过于轻佻放肆，毕竟您身负养育陛下的重任呐。这些食物你需每日定点按量服用，1日3次，如此奶水才会充沛。您可能做到？公公，这每顿都要吃完吗？当然了。可这些吃完，这也太多了。这不出半年，我一定身材臃肿，变成一个200斤的肥妇。大胆！9000岁特意命御膳房每日精挑细选，用心烹饪，您还挑剔起来了啊？不敢不敢！要不是9000岁念其有愧于你，怎么会让你生育多年没有奶水的情况下，将这美差留给你呢？你可知宫里宫外有多少产妇觊觎着自慰之呢？啊！先将差事应付了事再说，相信不出1个月，文鼎安排妥当，到时候龙椅易主，朝堂之上可不是你陆文良说了算。9000岁良苦用心，奴婢一定不负众望。哼！用餐的时间到了，小李子，把沈嬷嬷给我看好了，叫她全部给我吃完了。是。哼！爹爹，你被我僵住了。陛下的棋艺大有长进了，今后咱们父子俩携手，定能将这天下打理好。这天下有爹爹在就好了。可是正儿，爹爹也有老去的一天，你迟早都要亲政的。如今朝廷暗流涌动，陆文鼎有心造反，想必是萧贵妃的余党没有清理干净。不过也好，趁此机会，不仅可以将陆文鼎一家清理干净，更要将威胁设计的余孽一网打尽。这棋局
居然被爹爹给救活了。这招就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9千岁，您果真是棋艺高超啊！陛下在您的指导下，简直是一日千里呀！安公公，自己人说话就不必这么拘谨了。9千岁，沈沐烟我已经安排妥了。好。沈沐烟之流本就是小角色，只要稍微动动小手指，他便万劫不复。至于那个周翠兰，她毕竟跟过萧贵妃，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。想必9千岁已想好了良策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就使一出美人计。美人计。陆大人，这是最近教坊司各个艺伎的名录，请您过目。这春兰、夏竹、秋菊、冬梅，都是何人啊？回陆大人，他们几个都是教坊司经验丰富的艺伎。既然是教坊司的中流砥柱，那我得召见一下。来，选4位美人，见一见。是。哟，春兰、夏竹、秋菊、冬梅，给您行礼了。好，好。说说吧，既然是经验丰富的艺伎，那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才艺啊？回陆大人，4人分别擅长琴棋书画。要你说，是。让他们说。回陆大人，奴婢擅长琴艺，望与大人琴瑟和鸣。好。奴婢擅长棋艺，颇有博雅之风。有机会呀，一定与你对弈一局。奴婢擅长书法，专精颜体。奴婢擅长画画，擅长仿吴道子之画风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都是身怀绝技呀！如此4美，能培养出一大波的色艺双绝的艺伎。如果培养一帮艺伎，将文鼎的10万禁军伺候好了，不也能成为开国功臣，大功一件吗？大人，4位美人技艺非凡，是否要送回您的卧室，供您消遣一番呢？大胆！无事。我身为教坊司凤鸾，掌管坊间艺伎，怎可供个人消遣呀？是，应当好生培养，送前线慰劳军士。是。应该说，送到我房间，交流从艺心得。陆大人说的有理。如此，送过去吧。是。跟咱就走吧。走。大人，快来玩呀！美人，让大人我来抱一抱。美人，我来了。大人，来抓我呀！
哎，别跑啊！哎，宝贝儿，我可算抓住你了，让我猜猜你是谁？秋菊，今天晚上奖励你吹箫一度。翠兰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光远，你整日在教坊司，只顾着寻欢作乐，这才几日，就将文鼎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。下去。是，大人。翠兰，我没有寻欢作乐，我和他们交流经验。你还狡辩？我不知道你吗？为老不尊，当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就忘乎所以了。翠兰，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嘛！我现在好歹也是朝廷的命官，教坊司凤鸾隶属于礼部，正九品。怎么，你还想拿官位来压我？是不是？就连我这个皇后一钱嬷嬷都不放在眼里了，是吗？皇后一钱嬷嬷，是几品啊？疼！极品还极品？将来文鼎造反成功，我便是当朝皇太后，你满意了吧？翠兰，我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你好歹给我点面子呀！你还知道你是朝廷命官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安分点，要是坏了文鼎的大业，我饶不了你。好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沉迷女色，别怪我翻脸。道九，大人，您消消气。这个臭娘们儿，整日对本官呼来唤去的。大人，周夫人对您向来都这么严厉吗？你倒是点醒了我。这没带文鼎入宫之前，在陆家对我是恭恭敬敬的，可是这入了宫之后受了封赏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大人，您真可怜，如今贵为朝廷命官，却整日要受那个母老虎的管束。谁说不是呢？对了，大人，如今我们在这儿陪您喝酒，要是让周嬷嬷知道了，该不会又来找您麻烦吧？哼，这个母老虎，今天要是敢来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皇后的一钱嬷嬷，这个称呼听着挺唬人啊，可如今皇后早已仙逝，这个职位啊，根本就是个虚职。就是，论官职，您比周夫人可大多了。哎呦，论官职，我比他大。可是要论这脾气哟，我可比不上他。奴婢斗胆，有一计可以杀杀周夫人的威风。什么？大人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怕说了会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哎，无妨，我正愁明面上不能与那婆娘闹掰，可暗地里杀杀她的威风也不是未尝不可。皇后宫中曾经不是豢养了许多年轻的宫女丫鬟吗？您就说教坊司为了扩充舞姬队伍，将他的人掳了去。可是教坊司和后宫并无交集啊，我师出无名啊。这简单，您只需求一道圣旨便足矣。是说去找陆文良吗？毕竟您是他的亲生父亲。那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文良需要在朝堂立威，所以才会下令诛杀陆家九族。
可我毕竟是文良生父，而文鼎不过是我的养子。万一文鼎造反不成，我不是必死无疑。春兰的话倒是点醒了我，需两头下注，方为良策。你说的对，毕竟那陆文良和我是亲生父子，区区一道圣旨，自然不在话下。等等我，去就来。臣教坊司凤鸾参见9000岁陛下。哦，爹，快请起。啊，9000岁，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爹，那日朝堂之上实在是身不由己。无论如何，您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如今这里没有别人，不必拘礼。文良，我知道你还是讲良心的。当然了，其实招你们进宫来，我并不是真心想杀你们，只是当日臣子众多，我也实在是身不由己啊。要怪，只能怪大哥陆文鼎科举舞弊，又纵容陆小宝做龙椅，这分明就是有篡位之心啊！其实文鼎一直在密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听到些风声，说他和一些将军们正在研究准备攻打北方的犬戎，准备要收复失地。军中前线事务就不劳他操心了。对了，爹，您前来所为何事？哦，我刚刚掌管教坊司，发现武技稀缺，想到了皇后的宫中圈养一些年轻的宫女。如今皇后先逝，养在宫中怕多有花费，不如送到我的教坊司，教些歌舞艺伎，这样也算是为后宫分忧了。啊，陛下，您以为呢？难得陆大人刚上任就如此勤恳，准奏。啊，谢陛下，谢9000岁。好，我即刻替陛下草拟圣旨，送到教坊司。爹，您就放心去做。9000岁，臣告退。哼，这个陆光远和我想的一样，不甘心做一个老龟男。爹爹，您真厉害，他们的一举一动您都能预测到。那群忘恩负义的玩意儿，爹爹正是因为和他们做了多年的家人，才如此了解他们。沈沐烟那个女人，应该已经安排好了，该收网了。沈嬷嬷，这是刚从宫外买的新鲜羊奶。嘘，你出宫去，没被人瞧见吧？放心，无人瞧见。去吧。谢嬷嬷。有了这些羊奶，我应该能够对付好一阵了。沈嬷嬷，哎呀，韩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作为陛下的奶娘，也有些时日了，按照常理也该产奶了吧？回公公，奴婢近日在闺房日日催乳，总算小有所产。大胆，竟敢用羊奶冒充！韩公公恕罪，奴婢不是有意的，是因奴婢已过哺乳期多年，实在无法胜任这个位置。胡说呀！每天大鱼大肉的伺候着，怎么一滴奶水都没有？
难道你在这宫中与什么人有私情？本该给陛下的奶水滋养了小野种。冤枉啊，公公，绝对没有。来人，将沈沐烟抓进牢房严刑拷问。冤枉啊，安公公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住手！说呀，说呀！可曾问出些什么？回公公，刚刚经太医验明正身，沈嬷嬷确实不产奶水。你既然如此体质，为何面对9000岁的封赏不拒绝？分明是犯了欺君之罪的。是我原来的夫君陆文鼎让我这么做的。哦，原来还有一番隐情啊！如实招来，咱家便饶你不死。是陆文鼎强迫我这么做的，他让我接近9000岁和陛下，是为了向他报告他们的行踪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陆文鼎让你监视9000岁和陛下的踪迹，意欲何为？陆文鼎要造反！果真如9000岁预料的那样，沈沐烟扛不住用刑，将陆文鼎供了出来。千真万确，陆文鼎现在手握10万禁军，他早就在宫内找好了内应，随时发动兵变。姿势体大，立刻将他带去见9000岁。是，公公。9000岁，罪妇沈沐烟有重要内情向您汇报。沈沐烟，你怎么搞成这副模样？是安公公。是奴婢。9000岁，我身为陛下的奶娘，竟无法产奶，实在是辜负了9000岁的一番心意。你说说你，既知自己无法产奶，为何要领这份封赏呢？真是自讨苦吃。不过，你可知身为奶娘无法产奶，可是欺君之罪。奴婢明白，所以奴婢特来向9000岁请罪，希望9000岁可以网开一面。刚才安公公说你有内情，想必是想戴罪立功吧？正是陆文鼎，他意图谋反。陆文鼎身为我朝失而复得的大皇子，如今统领10万禁军，保卫皇城平安，何来谋反一说？千真万确，奴婢就是他安插进朝中的眼线，为了监视9000岁和陛下的一举一动，不然奴婢也不敢领受奶娘的封赏。你所陈述的的确有道理。来啊，宣鼎王爷上殿。宣鼎王爷。臣陆文鼎参见9000岁。陆王爷见到9000岁，为何不跪？本王乃帝室之重，除非是陛下，按律可以不跪。9000岁如今是摄政王，待陛下纵览朝政，形同陛下，焉有不跪之理？你分明是意图谋反。安公公，说话可要小心啊！无凭无据，污蔑朝廷命官，可是要负刑罚之责的。沈沐烟，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陆文鼎意图谋反。你胡说！这个奸夫果然靠不住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出来指证我。我没有胡说，陆文鼎亲口所说，等待时机成熟，他便要统领10万禁军，直攻皇城，直取9000岁和陛下首级。陆文鼎，你大胆！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居心叵测。本王念在你曾是我的养兄，在你作奸犯科之时，力保你入朝为官。没想到你居然忘恩负义。9000岁，休听沈沐烟一面之词，他这是诬告啊！陆文鼎，都是你为了谋权篡位，不惜牺牲你的发妻。乡野村妇，
我堂堂大皇子，要不是流落民间，岂会看得上你？9千岁，这沈沐烟看起来疯疯癫癫，且无凭无据，还望9千岁明察。陆文蝶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当初怎么瞎了眼了，居然嫁给你！哎，沈沐烟，揭发也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。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本王也很难相信你说的话。证据？9千岁，我的话就是证据。我和陆文鼎是同谋，难道我的话不足以让你相信吗？此言差矣。如果这朝堂之上，所有人揭发都靠言语证明对方罪责，那岂不是乱套了吗？9千岁，此等罪妇随意污蔑朝廷命官，臣恳请您将他重罚。沈沐烟，本王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能不能拿出像样的证据？我9千岁，此罪妇坐实了诬告罪名，您不必犹豫，请速速降旨。那依鼎王爷之意，应当如何处置呢？沈沐烟污蔑朝廷命官，应赐割舌之刑。陆文蝶，你豪横的心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沈沐烟，是你先污蔑我的，可别怪我。9千岁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虽然我没有证据，可陆文蝶他早存异心，你不得不防啊！9千岁，此毒妇还在盈盈狂吠，臣恳请您让我亲自动手。哎，鼎王爷，你如此着急动手，很容易让别人以为你在着急杀人灭口。陆文鼎，你如此强悍于我，我要让你偿命！你疯了！鼎王爷，毕竟你们夫妻一场，割舌之刑太过残忍，不如赐毒酒，你意下如何？9千岁英明，就按9千岁说的办。那就由鼎王爷亲自督办吧。谢9千岁。沈沐烟，是你先污蔑我，你去死吧！我诅咒你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死有余辜。鼎王爷，沈沐烟毕竟是你的结发妻，现在她死了，你倒是显得有几分雀跃啊。9千岁，沈沐烟这个不折不扣的毒妇，当时抛弃您，又试图攀附于我，她死有余辜。沈沐烟虽然无法产奶，但她在任陛下奶娘期间兢兢业业，虽然她曾经有负于我，但如今她已死，我倒是有几分惋惜。9千岁，不必为如此放荡的女人神伤。人无情便是畜生，鼎王爷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您身为一国之主，治理国家，应当铁面无情才是。你倒是指教起我来了。不敢不敢。我看你对帝王之术倒是懂得挺多。当年若不是萧贵妃陷于宫斗，把你送出宫外，那今天我的位子得是你来做了吧？臣诚惶诚恐。开个玩笑，鼎王爷不必拘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民间有一句谚语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我深知鼎王爷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但是你为了自保而杀结发妻，很难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啊。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其心天地可见啊。哎，话是没错，可鼎王爷毕竟手握10万禁军，如若攻入皇城夺权篡位，
岂不是易如反掌？臣绝无二心，要怎么做，9000岁才肯放心。如果鼎王爷真有如此忠心，可敢对天发誓？这个陆文良，原来是设计逼我出手杀死沈无烟，如今又要逼我发誓。哼，大丈夫宁屈能伸，发个毒誓又如何？臣陆文鼎愿对天发誓，对朝廷绝无二心，如若违背，天打雷劈。好，我朝有鼎王爷如此忠臣，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来人，赐鼎王爷黄马褂一件。谢9000岁。陆文良，你欺我太甚！不行，沈无烟这次的死就是个教训，我必须加快谋划，尽快定夺。娘如今已统领后宫有些时日，不如进宫找她商议一番。婉月、彩霞，你们都是皇后生前的贴身丫鬟，深受皇恩。陆文良谋权篡位，一定要将他们诛杀，还政于我陆家。誓死周末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在训练女刺客，以便和你互相照应。快，见过陆王爷。奴婢拜见陆王爷。请起。娘，沈无烟死了。什么？怎么死的？被陆文良设计害死了。我竟没收到一点消息，看来他把消息封锁得很彻底。娘，谋反一事不能再拖了，我怕再过些时日，陆文良将会有所防备的。皇上身边的丫鬟统一由后宫调配，3日后我安排婉月、彩霞进宫行刺。文鼎，到时候你就率禁军攻入皇城。好，娘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一举拿下。早点回去，早做安排。哟，陆光远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夫人呐，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呢。少来！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快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确实有些公事需要让你配合一下。今日我的教坊司缺人手，我想到后宫来挑选一些年轻的丫鬟，扩充到姬的队伍中。陆光远，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，忘了我们的造反大计呀？啊？什么大计呀？我现在可是教坊司凤鸾，扩充5姬的队伍是我职责所在，你就说配不配合？我配合你个头！陆光远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整天不干正事儿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肆！我是堂堂的朝廷命官，你敢殴打我？陆大人带圣旨来的，你们是想抗旨吗？圣旨？这个陆光远竟然去求圣旨，难道他已经投靠了陆文良？果然，这个老不死的一点也靠不住。混账！看到圣旨还敢造次！陆大人，2位宫女养在深闺，不懂宫中规矩，还请您恕罪。知道错了就行了，以后对本大人尊重点。后宫乃清静之地，你们在这里舞刀弄枪，是想要谋反吗？大人误会了，
只是光阴难磨，舞剑打发无聊罢了。我看你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，分明就是会武功。哎，哪里会什么武功啊？我看两位姑娘长相清秀，只不过是会一些舞姿罢了。是，他正是武姬出身，所以才按耐不住。舞剑消遣。后宫发现女眷携带兵器是要被追责的，看在陆大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，还不把武器放下？是。哼，翠兰，此次我是奉旨招募舞姬，我看你这两个贴身的丫鬟不错，就他们俩了。你，陆光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得寸进尺了？怎么，想要我当众宣读圣旨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两位宫女乃我贴身侍女，我与她们相处久了，便有了感情。后宫中年轻宫女众多，还劳烦大人你另择他人。我看他俩持剑颇有英姿，正好我的教坊司缺少舞剑的武姬，就定他们俩了。你，陆大人，你真不考虑另择他人？休要多言，否则这几位大人对你们不客气。快，现在就跟我回教坊司。还磨蹭什么？带走。是。周翠兰，我可是你的夫君，以后对我尊重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蠢货，坏我大计！王爷，我命君调动10万禁军，你怎么将帅印拿回来了？王爷，我拿着帅印去了城外，却发现10万禁军我根本调动不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敢违抗军令吗？驻守城外的将军说，只有9000岁亲发的虎符才可以调动禁军。什么虎符？我自接任禁军以来，根本没将虎符交割于我呀！我知道啊，这个陆文良，他又诈我，他故意给我军权，实际上，这个禁军统帅就是个虚职。哎呀，王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王府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调动？还有多少人？区4个死士。4个够了。去，传我的令，将他们打扮成轿夫的模样，随我进宫。王爷，难道你是想要？我与娘约定的时间已到，相信他派去的刺客已有所斩获。纵使我调动不了10万禁军，有这4个死士，也定能将陆文良置于死地。是王爷。陆文良，你真没事儿！你想说周翠兰派了2个刺客来刺杀我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？我告诉你了，那2个人正在教坊司陪你老爹喝酒呢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陆文鼎，你费尽心机夺权篡位，可惜啊，太笨了点儿。你胆敢小看我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只将帅印交割于我，而真正能调动10万禁军的是虎符。也就你这种酒囊饭袋才会如此愚蠢，连一点权术都不懂。陆文鼎，
你意图谋反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？痴心妄想，被你戏耍了又如何？如今我带了4名死士，不是照样可以乱刀砍死你？死士？哼，他们马上就会变成死人了。去，把他给我剁成肉泥！是。给我剁成肉泥！我就说，他们马上就是死人了。你会武功？在这杀机四伏的朝廷之中，没点武功傍身，我早就死了。哼，终究还是个阴险太监，连暗器都是女人玩的绣花针。我就说你孤陋寡闻吧。这暴雨梨花针乃是安公公的毕生绝学，当年因为我救了他，他老人家才会将此功传授于我。2个阴阳人，终究还是蛇鼠一窝。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啊！我身负神功，如今又权势滔天，弄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陆文鼎，还不速速跪下求饶！跪地求饶？你妄想！我才是真龙天子！陆文鼎当着摄政王9000岁的面，胆敢穿龙袍，本就是萧贵妃之子，乃当朝大皇子。按照惯例，当年的皇位本就应该传给我。你一个太监，凭什么当摄政王？谁告诉你我是太监的？什么？难道你还是个假太监？哼，不怕告诉你，如今当朝的皇帝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先帝那个老不死的，年近80了，还在广招秀女。只可惜啊，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看中的宜妃年方28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你说当今的皇上是你和宜妃生的孩子？也就是你们这群饭桶还被蒙在鼓里。陆文良，你身为太监6根未净，如今淫乱后宫，罪加一等。如今你都知道了，又能奈我何？你真以为我只带了4个死士吗？陆文良，你个假太监，还不快从龙椅上滚下来！原来这朝廷之中还有萧贵妃的余党没有清理干净，如此也好，免得我再费力把你们揪出来。萧贵妃为保先帝基业，被你设计害死，我们一定要替她报仇。一个祸乱朝纲的妃子，值得诸位大臣兴师动众吗？废话少说，我们如今请了朝中几位元老重臣，目的就是为了弹劾你。我贵为摄政王9000岁，是先皇亲自下旨指定的，我坐这个位置合理合法。敢问诸位爱卿，你们有何资格弹劾我？陆文良，你少装蒜了！刚刚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，皇上是你和宜妃的私生子，这不就是谋权篡位吗？这是。诸位爱卿，你们可曾听过类似的言论？倒是没有听见。我们进来时只听见陆王爷和你有许多争执。既然没有听到，就胆敢断定我李代桃僵谋权篡位，是否太草率了点吧？陆王爷乃是我朝大皇子，我当然相信他所说的。陆文良，我看你就是心虚，有种把那个小野种叫来和你滴血认亲。如果你们俩血相融了，那就证明我所说属实。你可想好了，那可是当今皇上，你一口一个小野种是想找死吗？我今天带了死士来，就是准备和你鱼死网破的。有本事你就把他叫来，
如果你不敢的话，现在就退位。那你们呢？确定想要滴血认亲？我等誓死捍卫皇权，绝不允许你一个外戚篡位。如果不能证明小皇帝与我有血缘关系，要你们人头落地。为保江山社稷，吾等甘愿一死。既然你们想死，那我成全你们。哦，9千岁，你怎么又把我叫起来？人家还在午觉呢。陛下，今日有一出好戏，你且看好了。什么好戏？那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了。废话少说，速速滴血认亲。陆文良，你和这个小野种的血居然这样相处？如此说来，你的确淫乱后宫，谋权篡位。我当然是皇帝的亲爹，如今这朝中政权不但尽归我所有，将来子子孙孙还将延续下去。陆文良，你如此厚颜无耻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还敢这么狂妄？什么文武百官，不过是一群衣冠禽兽罢了。你们想想，在我未当摄政王之时，你们所拥护的萧贵妃残害忠良，天下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、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，是谁站出来救社稷于危难、挽大厦之将倾？还真是这样啊！陆文良担任摄政王期间，我朝确实国力大涨，还收复了不少失地，天下归心，百姓们安居乐业。论治国安邦，9千岁的确比先帝以及萧贵妃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此功绩堪比秦皇汉武啊！听到了吗？身为一国之君，胸无点墨，只知杀伐戕害，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口出狂言！你篡夺皇室龙位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就是你一个篡逆之辈，安敢在此大谈治国之道？自称真龙，却不知最浅显的一个道理：什么天父皇权、皇室宗亲？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先帝本就昏庸，是你们自己皇室无能，根本守不住这江山。还有你们这群无知老臣，只知抱缺守旧，不懂得审时度势。你竟敢亵渎先帝！哼，不怕告诉你们，如今我陆文良权势滔天，不是皇室又如何，篡位又如何？你们这群蝼蚁，又能奈我何？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与你同归于尽！大家不用怕，就算陆文良武功再高，我不信他敢把我们所有臣子全部杀尽。如此屠戮朝廷重臣，注定人心惶惶。我断你都不敢这么做。朱爱卿，我知道你们都是被陆文鼎蛊惑，才加入了这叛贼的队伍。方才张大人已经被我轻松诛杀，如果各位肯悬崖勒马，我自然既往不咎。9千岁说的没错，陆文鼎胸无点墨，光有一个大皇子身份。如若我们助他登基，这天下必将四分五裂，民不聊生。他这个文状元还是通过科举舞弊得来的，我们切不可轻信此等草包。我等误信陆文鼎，请9千岁恕罪。
你们受尽先帝恩惠，就是这么对待他的亲儿子吗？一群腐败旧臣，真以为求饶陆文良就能放过你们吗？陆文鼎，你直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从小到大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登徒子，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。陆文良，我杀了你！这。陆文鼎，你利欲熏心，总是妄图从别人手里抢夺不属于你的权利。你有今天，也算是自食恶果了。来人，将这3个叛臣给我五马分尸，其余人押入大牢，入狱好好反省1年。爹爹，这出戏太精彩了。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王少景，哎呀，陆大人，你醒了？你居然在酒里下药，将我们迷晕！哎，进入我的教坊司，还想保持清白之身？放心吧，我会对你们负责任的。我可是堂堂的朝廷的9品大员，纳你们为妾，那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？这，我还有一个身份，那是当朝9000岁的亲生父亲，也就是太上皇。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我的妃子。陆光远，给我死出来！婉月彩霞，你们竟然……嬷嬷，是陆大人将我迷晕了。陆光远，你假借招募武姬之名，竟然侮辱了我2名侍女。睡就睡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乃堂堂朝廷教坊司官员，9品大员，你的官儿没我的大。你可知道我苦苦训练了他们有多久？看出来了，床上功夫是不错。我呸！他们可是祝文鼎登基的重要筹码，如今就这么被你糟蹋了。哼，区区2个贴身的婢女，睡了也就睡了。他们是行刺陆文良和那个小野种的女刺客。什么？他们俩是？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！那天你闯入后宫，不由分说的就要人，我看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，想助陆文良毁我儿造反大计。周睡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谋杀亲夫啊你！陆光远，你毁我儿大计，我要你偿命！周睡兰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你可知道文鼎已经谋反失败，被陆文良给杀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果然如我所料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如今文良既在平定叛乱，我应当支持自己的亲儿子。哼，还不是你支持他去谋反的，才将他害死的。你，陆光远，当初你不也是支持他舞弊，成为文状元的吗？我当初支持他，只是光耀门楣，我可没有支持他们谋权篡位呀。你和陆文鼎人心不足，文良是我亲生儿子，我怎么可能支持我的养子去杀我的亲生儿子呢？也就是你周翠兰才能干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儿。你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
诉你，如今我儿掌权，听我的，飞黄腾达；听他的，立刻身首异处。难道你们忘了你们发过的誓言吗？果然，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。你他妈的招招下死手啊！好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一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你这个疯婆娘！文良，救我！救我！陆光远，你和周翠兰有今天，完全是你们二人咎由自取。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！从你们把我送进宫那天起，我们就恩断义绝了。文良，你……这朝堂终于肃清干净了。求天下凯，饶了我们吧！爹爹，这两个人怎么办？陛下，你记住，做皇帝一定要杀伐果断。杀！